中国国民党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侯友宜一行抵达华盛顿，展开为期3天的行程。连日来，侯友宜的两岸政策备受关注。他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文提出了所谓3D 策略，强调自己要扮演风险降低者的角色。 侯友宜一行结束纽约、新泽西州参访后，于当地时间17号下午抵达华盛顿，预计停留3天。侯友宜在华盛顿的首站选择前往位于中国城的美新中华会馆。该馆成立于1951年，其主要宗旨就是发扬孙中山精神。 侯友宜在致辞中表示，看到许多同胞在海外担任要职，显见中华文化与民族是多元且包容、兼容并蓄，让大家团结在一起。 侯友宜还表示，这次代表中国国民党参选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就是要担负起两岸和平的责任。如果未来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没有处理好两岸议题，没有稳住台海安定力量，会对区域和平带来很大伤害。美国对此也不乐见。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也到场欢迎，并简短致辞。此前赖清德过境窜美期间，罗森伯格则是以妹妹结婚为由拒绝接机会面。在参加赖清德举行的侨宴时，罗森伯格还大谈美国将遵守一中政策。 它的一个重头的行程，就是在美国东部，特别是华盛顿地区的活动，包括会见美国在台协会的。 相关的领导层以及在智库和侨界去进行活动、发表演说去博取舆论的一个关注那么这是我们看到与赖清德此前在美国东部那么停留的时间非常短，并且没有这么多公开的行程，也形不成这么大的一个舆论的声势，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对比。但是这似乎也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对待这些台湾各政党的候选人的态度上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差异。表面上来看美方这是在表示自己似乎是对所有的参选人有一个比较平等的一视同仁的态度似乎去掩盖他去介入岛内选举的一个做法。但事实上，这正是他介入岛内选举的一个比较隐藏的一个操作。实质上是通过这样一个行程压低了侯访美的一些政治效应，避免侯借此去扩大他在岛内的在野阵营里边的这样一个号召力。 接下来2天是侯友宜此行的重头戏，他将前往美国在台协会华盛顿总部，并将与美两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的学者举行闭门座谈。外界注意到，在赴美期间，侯友宜已多次就台海议题发声。 他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文，提出了所谓3D 策略，分别指吓阻、对话、缓解，旨在用交流增进理解，用实力确保和平。更重要的是，要扮演和平促进者、风险降低者，双管齐下，让台海稳定、台湾安全。 有分析指出，侯友宜的公开表态向外界传递出明确信号，自己是一名可预测的政治人物，而非麻烦制造者。岛内媒体指出，相较于此前赖清德过境窜美时的待遇，美方在某种程度上是向外界表露了信侯依赖的态度。彭博商业周刊8月的封面故事标题为“他希望领导台湾，但他能维护和平吗？”进一步说明赖清德根本无法消除美方对其在两岸关系立场方面的疑虑，担心其选前不台独，选后搞台独。 造成两岸关系的急剧恶化，甚至触发两岸之间的战火。 侯友宜也是指出，台湾方面要去积极的、有效的处理好两岸关系，包括台海和平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够去回应各方的一个关切。与此相比，那么赖清德就是非常明显的展现出了一个麻烦制造者和现状破坏者的这样一个身份。所以相形之下，我们看到双方对于这个两岸关系上这个差别还是非常大。特别是侯友宜在国民党既有的一个立场上是积极的主张去两岸之间要去通过交流对话来去化解分歧，增进共识。那么这也是赖清德所不敢讲，也是做不到的一个事情。根据岛内东森新闻云的最新民调显示，侯友宜民调持续攀升，以29.5%支持度跃升第2，与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至7%。分析指出，虽然赖清德获36.5%，但已达天花板。 而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支持度为22.9%。此外，该民调还显示，有约65%的岛内民众对下架民进党表示支持，这些人中有超过80%赞成蓝白整合。对此，侯友宜在美国接受联访时表示，自己和柯文哲过去有双北，即台北与新北在市政上的交流。这次选举，大家努力往前走，会团结所有力量，努力赢得胜利。
据党内媒体爆料，经国民党内部评估，党主席朱立伦和柯文哲已有合作默契，仍要等到侯友宜此次美国行之后的支持度，估计10月后才会明朗。如果届时情势仍不利国民党，焦虑攀升，更没有再拖延的时间和本钱，是和是战都将要做出决定。侯柯配是一个被各方寄予很高希望，也是认为有能力去挑战和击败赖清德的一个选项。那么这是我们从近期的岛内的民调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一个态势。一方面是我们看到侯友宜由于他这样一个稳扎稳打，他正在不断的展现自己的一个优势长处和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后劲。那么柯文哲想要与国民党去谈合作，或者说拒绝蓝白合，那么他很大的筹码就是基于自己的一个民调支持度。所以说，如果说双方的一个民调支持度持续发生这样一个此消彼长的转化，那么柯文哲手中的这样一个筹码就会越来越少。对于蓝白合，民众党方面的态度也很微妙。柯文哲竞选办公室发言人陈志汉表示，目前时机不对。公开场合见面互动当然也都很自然，不过为了避免见面被操作是蓝白合，现阶段我们的幕僚呢还是认为不太适合进行什么咖啡会啊，或者是刻意安排的见面。近日柯文哲也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一定会以民众党候选人的身份参选到底，被认为是在政治上的宣示。另据台媒报道，柯文哲自9月初起分批分组会见了包括防务、外事、两岸关系等各领域专家学者。据悉，柯文哲的政策顾问团近200人，自今年5月起编组成立，已完成了所谓白皮书政策纲领。现正由竞选总干事黄珊珊规划不同场次的政策记者会，由柯文哲亲自发表各项政策。有分析指出，柯文哲的坚定表态加上顾问团成军，或预示蓝白合恐难成型。重点不是可能啊，重点是要完实现。这怎么做？我想还是那一句话了。我以我对台湾的民主政治的了解，我们常常政治人物不要以为自己多厉害，最后都是老百姓决定。柯文哲曾在上周与美国在台协会政治组长会面，令外界猜测他是否即将赴美。据党内媒体报道，柯文哲计划9月30号再度赴美，预计停留1周左右。今年4月，柯文哲曾赴美21天。柯文哲在这个时候，他对于未来这个政治参选的这样一个策略问题，特别是在野力量的整合问题、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包括说如何处理郭台铭参选带来的这样一种冲击效应等等这方面问题，他有可能需要去向美国去进行沟通进一步了解美方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然后来去调整他下一步的一个选战的策略。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去弥补他此前在对美经营不足的一些相对的一些弱势和弱项。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岛内2024选举，中国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在赴美期间提出的内涵为贺组对话缓解3D 战略，您作何解读？俗话说货比三家，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要准确理解侯友宜提出的这个3个所谓的3D 战略的真正内涵，我们还是得把它跟马英九时期国民党提出的两岸政策，或者说是台海战略，来做一个认真的比较。首先，我们知道，马英九执政时期在两岸与台海问题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3不政策，即不统、不独、不武。虽然很多大陆观众并不认同这个所谓的3不政策，但是他毕竟没有回避，而是直面了两岸的统与独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而只有直面了根本性的问题，才能真正称得上是战略性的抉择。然而侯友宜的这个所谓的3D 战略，这是直接回避了两岸的根本性问题，因此我认为它只能被称为权宜性的战术手段。其次，我们知道军事是政治的延伸，政治才是根本，军事只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所以马英九在处理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时，把两岸的政治定位问题放在了第一位，也就是承认九二共识，把军事手段摆在了后面。我们再来看侯友宜的3D 战略，这是把贺组手段摆在了第一位。所谓的贺组，说的好听一点就是以实力保平安，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秀肌肉亮拳头，以所谓的武力来保平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跟马英九先解决两岸政治问题，通过两岸政治问题的解决来保障军事安全的做法相反，侯友宜这是把军事手段摆在了第一位，企图通过壮大军事实力来保政治上的安定。
当然，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侯友宜的3D 战略并不是从石头缝里突然冒出来的。现任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曾经提出过一个以防务加对话为内涵的2D 战略，在朱立伦之前的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也提出了一个以贺主加对话为主的2D 战略。侯友宜的3D 战略只不过是在江启臣的2D 战略基础之上加了一个 D， 即缓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从江启臣到朱立伦再到侯友宜，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台湾需要强化自己的军事能力，并把军事能力摆在了对话的前面，企图以军事能力来维持当前的台海现状。而这显然又是受到了美方长期以来奉行的实力决定论的影响。正是这一个理论的影响下，民进党才推出了以武谋独的策略。我认为国民党需要警惕，千万不要落入了美国设定的以武拒统的陷阱。那在您看来，侯友宜提出的3D 战略最终能够实现其期望的缓解两岸紧张情势的目标吗？实事求是来讲，我认为侯友宜提出的所谓3D 战略，不仅难以缓解两岸关系与台海紧张局势，而且肯定会适得其反。首先，我想问一问国民党与侯友宜的是，所谓的客主战术，也就是通过秀肌肉与亮拳头来保平安、维持现状的战术，是要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前提之上的，也就是你的军事实力必须要强于大陆，或者至少要跟大陆旗鼓相当，才能够起到所谓的客主作用。然而现实情况却是，过去70多年以来，大陆的军事实力不仅逐渐反超台湾，而且台湾跟大陆的差距还在越拉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对大陆实施的客主战术，跟蚂蚁向大象秀肌肉、亮拳头有什么区别？我想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过去这些年来，蔡英文当局才会试图紧抱境外势力的大腿，企图通过美日等国家的力量来起到所谓的客主作用。而这显然不符合侯友宜早前提出的不做大国棋子的政策。其次，过去这些年来，在民进党企图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时候，大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实际上也是在谋求以武压独。在这种情况下，以武谋独、以武拒统，就势必会跟以武压独杠上了，针尖就肯定会对上麦芒。而且民进党越是想要壮大军事实力，以及拉拢境外势力介入台海局势，企图以武谋独、以武拒统，大陆就更加不会退缩，而是会针锋相对的加大以武压独的力量。试问，这样一种状态下，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的紧张程度是会升高还是会缓解？过去这些年来，两岸关系走向恶化，台海局势走向紧张，甚至走到了有可能爆发冲突的边缘，不就是这样形成的吗？中国有个成语叫做扬汤止沸，当你在下面不停地烧火的时候，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还能够缓和得下来吗？当然，我们也能够理解，侯友宜这次赴美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打消美国的疑侯论，并寻求美国的支持，以赢得接下来的2024选举。在这种情况下，侯友宜发表的一些亲美言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国民党与侯友宜在赢得美国信任的同时，也要注意把握好分寸与平衡，不能因此而增加了大陆的疑虑，尤其是不能动摇两岸和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否则的话，未来两岸关系将难以预测。侯友宜想要塑造的可预测的政治人物的这样一个目标，也将难以实现。